感谢。我的水平一般，我配不上大伙儿这么热情。但是我后来我发现了，就是大伙儿这个热情当中呢，经常会有一股藏不住的真诚。就比如说，你看我们录好几期了嘛，然后我就感觉我呀，周奇墨从后面走上来的时候呢，大伙儿都说啊好帅，你好帅。而庞博上来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是哦，你就明白咋回事了是吧？就是这个哦，意思是你好帅，而你好帅意思是你好，但你不帅。演艺圈很少有人像你们这么真诚的啊！就是这演艺圈的审美很独特，你长什么样，往往和你的长相没啥关系啊。只要你够红，长多丑都有人敢夸好看啊，越红越好看。我是咋发现的呢？就是我和雪琴 CP 的那一年啊，就是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夸我好看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什么经纪人呐、合作方啊、客户，连客户都夸我好看。我是一个很清醒的人呢，被夸了3天我就不是了，我就得摸着自己的脸，我说真的吗？这玩意儿真的是瓜子脸吗？皮肤有那么光滑吗？我说不行，我要迷失了，我得赶紧找个明白人问问，是吧？我到底长啥样啊？一出门碰着庞博了，哎呀，我心想，我说太巧了，这还找啥人呢？这不正好有面镜子吗？当然，我也没迷糊多久嘛。去年，所有脱口秀演员一下子都难看了起来，到我这儿就尤为明显。我以前只是难看，现在是丑、磕碜、ugly、disgusting。就我长得好看的那段时候呢，就过年啊，就会收到很多拜年的微信。去年过年，手机里那叫一个清静啊。感情事业这个玩意儿呢，就跟网线一样，一旦断了，连个微信都收不着。都说什么演艺圈的人啊，说话就很官方、不真实啊，说内娱没活人。我看我手机里头怎么一个比一个真实呢？啊！我拿手机我想，你说那我算啥呀？啊，那啥人能一个信息都收不着啊？应该不是活人。你说我奶奶都走8年了，我今年想的我还给她发俩呢。而且我一直特别不喜欢这个“内娱没活人”这句话，因为感觉就是指着我说的。哎，你看这傻子，一个活都没有，嘿，内娱没活人。我后来一想，就是按照这套审美标准呢，人的长相他就有另一种直观。你比如天真姐，好看啊；振宇老师，好看；康永哥，前些年好看。你今年好不好看，还得再看看。但是大林老师的情况就非常复杂了，他是这些年呀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越长越好看。但他如果靠着自己的不努力，他可以直接长到最好看。有人说，那你说演艺圈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疯吗？说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吗？有的，有真朋友的。你看我今年陆续就接到了一些活儿。好多都是我那老朋友硬带我去的，那真是硬带呀！人家为了推荐我，都绞尽脑汁啊，到处打电话，啊，你就用我们建国吧。这他不是对，是不咋红了，也不好看，也不好笑了哈。但她是个好女孩啊。啥？浪姐必须是真姐姐，我们性格好行吗？性格好啊，不爱吵架，从来不吵架更不行啊，更不行啊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其实我去浪姐不是那个，其实人家不吵架，人不吵架啊。然后我就发现呢，很多真的朋友他是不会势利眼的，甚至有的都是反着来的，真反着来。你就比如说我高中的那些同学，我混得越好，他们说话就越损。你看以前我们打游戏的时候，要是中途我有事了，突然下线。他们只会说我是赶着去投胎，当了艺人之后，他们说我赶着去投等胎，还问我说你就投个胎，你为什么要赶着去呢？你急啥呀？你们艺人投胎没有专用通道吗？特别烦人，就一起吃饭是吧？聚餐有时候合影嘛，合影每次合影都一定要把我硬拉到中间，站在那喊我来，老肥来。
老肥你来，你就站这儿。哎呀，这就对了，我们老肥厉害呀，在外头辛苦工作了小半辈子，从来没站中间照过相啊。今儿回家了，体验一把。我就说，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呐？他们说，哎呀，老肥不爱听了，老肥不耐烦了，老肥心里不得劲儿了，老肥受伤了。哎，老肥，你说你受的那个伤是不是应该叫中间伤？特别烦，就天天在那膈应我。但是就是这些哥们儿呢，有事儿也是真上，有事儿也是真上。我去年我回家的时候呢，这些人都抢着请我吃饭，抢着带我出去玩，就用各种方式哄我，各司其职，就有的帮忙开车，有的帮我开车门，有的帮我打雨伞，说是让我重温一下当艺人的感觉，说是怕以后啊再也没机会体验了，是吧？差不多讲完了，说这些。一个是给选手们热热场，再有一个我就觉得今年也不一定过年时候咋回事呢，所以正好这不站在舞台上嘛，我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吧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过年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建国。咋样啊？都挺好的吗？挺好就行，挺好就行。希望我也能挺好啊，因为这是我在本季最后一场单口表演了。我对这场演出重视到什么程度，朋友们，我都没有下载《黑神话：悟空》。哎，就这个游戏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信息茧房。就我以为这事儿这不天下皆知吗？但是有那不打游戏的人，那朋友真没听说过。我就没有玩嘛，我昨天就特别难受，我就在那哭喊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好想打黑悟空啊！”小鹿听完都急了，说：“王建国，虽然你是总编剧，可以不能这么对待付航吧？”我看看我们这些个新选手们，一个一个的朝气蓬勃，真好。你再看看我，在镜头里一看，我胖的到处都是，就我脸和脖子这两坨肉啊，就在这就嘟噜嘟噜嘟噜嘟嘟嘟嘟就不够他俩嘚瑟的。谁能想到这么点地方能长出这么多东西来？而且观众看完也奇怪啊，观众会觉得你这不就是一坨肉吗？你们所有的加在一起也没几斤几两啊。当然我就是在说肉啊，我并没有在说哪两个脱口秀节目啊。我太胖了，朋友们，我合计我要不就保养一下皮肤吧。我前两天买个面膜我就贴上了，贴完发现贴不全，就是只能盖住中间这一小块啊，感觉就是在脸上打了个补丁。我就想这个面膜这玩意儿的功效到底强不强啊？如果功效过强，你说到最后容易中间水汪汪的，外面留个圈儿，就这形象好适合去代言一个马桶啊，好形象啊。然后其实我也去过健身房减肥嘛，发现没有用。你别看我好像人高马大的，我纯虚胖，我就推那个杠铃，加多小的片儿我都推不起来。那教练也有招，把那杠铃片全拆了，周围人就看到我一个大胖子躺在椅子上，在那疯狂举棍儿，黑神话悟能。我就觉得太丢人了，就赶紧跑吧，是吧？但是我胳膊抖，就练个这破玩意儿，我胳膊还抖，撑不住，坐不起来，最后我爬下来的。旁边人还问他说：“你站起来呀，你爬什么呀？”我心想，你还在这说风凉话呢，还我爬什么？吃俺老猪一爬。真的，我感觉我这辈子净丢人现眼了。那天讲开放麦也是，就是连着讲了好几个梗都冷场了。我心想这不行啊，那没人笑哪行？没人笑，我得轻松化解呀。想到此处，我就立马掏出手机，我说那我给大伙拍个合影吧，来茄子。果然所有人都笑了，是吧？谁合影不笑啊？华为 Pura 70系列，超高速风驰闪拍，轻松捕捉每个瞬间，笑的时间再短也能捕捉到。真挺好的，我心理素质就特别差啊，我一般是不敢看 repo 的。我感觉现在这个评论太狠了，主要是啥呢？它能显示 IP， 这个就导致了，就哪怕只有3、5个人骂你，都能骂出一种狼烟四起的感觉，对吧？打开看，哎呀，有河南的朋友不喜欢我，啊，有陕西的朋友不喜欢我，哎，怎么北京的也不喜欢我？就有一种当年崇祯皇帝看奏折的感觉，对吧？打开一看，中原沦陷了，西北也没了，怎么京城都没了？多像是吧？崇祯最后吊死在煤山，骂我的帖子最后也没删。
但是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狠人啊，他就经常能让骂他的人后悔自己评论没删。这位大哥在网上就挨个跟那 repo 吵架，吵完了呢还给人转发出来继续吵，还强烈推荐人家要好好去精神病院看一看。他就是北京六院民间代言人，宛平南路600号种草博主罗永浩老师。据调查显示，在网上吵架吵得最凶的有2种号，一种是小号，另一种是罗永浩。罗老师当年欠了6、7个亿啊，本来可以倒闭，结果他真的还钱啊，上演了这个著名的《甄嬛传》，还了好几个亿，但是最近好像又新欠了6个亿。你说他都这样了，还能乐乐呵呵的？哎，这可能这真就是就艺多不压身吧。3年欠6个亿，朋友们算了一下啊，平均每分钟将近能欠大概是400块钱，这就导致了罗永浩现在跟比尔盖茨的那个故事是一样的啊。说罗永浩有一天在路上走着走着，哎，忽然看到路对面有100块钱，他都懒得去捡，因为这一来一回的捡这100的功夫又倒欠300。不过呢，我觉得罗老师身上这一点还是很值得学习的。当然不是学习欠钱这一点啊，是学习他的内心足够强悍啊，遇到啥事儿呢都能挺过去。但如果你做不到，最后真的精神崩溃了，他也可以帮忙推荐一家优秀的精神病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脱口秀钮祜禄罗永浩。好久不见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好啊。好就行，因为不好我也没有什么办法，我的处境有点危险呐。你们是没看着上面那集，你们不知道挑战魔王的选手有多么凶狠。上一场的魔王也很丢人呐，庞博、周奇墨，让人新选手打得稀碎呀，碎的都拼不上啊。现在轮到我了，大家祝我岁岁平安吧。太崩溃了，录这节目太累了，但是也有好事发生啊，就是前几天我们4个魔王一起飞了一趟香港，见到了周星驰先生，是吧？多开心的事儿，聊得也很开心啊。星爷呢甚至非常谦虚，他甚至还询问我们说，哎，就这个脱口秀这种创作，哎，你们平时是怎么写的？我心里想，我们平时是拿这个电脑写的啊，你轰龙没有电脑吗？但是人家周奇墨就能讲出东西来。周奇墨就说，哦，这个脱口秀啊，就是先找到一种这个负面情绪啊，然后再用段子去化解，具体是这样的，就巴拉巴拉讲了一整套。然后其他人听了就频频点头啊，只有我眉头紧锁。我心想，就他讲的那些玩意儿，我怎么全都不知道啊？我怎么回事啊？我虽然啥也不知道，但我也很想表现一下，我觉得我也很幽默的呀。于是我就等周奇墨全讲完，我就扭头盯着星爷，我说：“你学会了吗？”完了之后，我说完就看着这个被我营造出的这个气场啊，我就看看星爷，我又看看周奇墨，我说他好像找到负面情绪了，你倒是用段子化解呀。没办法，我就这性格，就我特别喜欢当跳梁小丑。这个世界太严肃了，一严肃我就紧张，一紧张我就特别想跳梁。我经常被自己说出的话吓出一身半的冷汗。没错，朋友们，我已经是个中年人了，身体非常虚，什么事儿都做不好，但唯独特别擅长出汗。一身半那是起步价，随随便便就出2身汗，单身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不好意思，朋友们 ，I'm back，I'm back， 我是自行车啊。别人到了中年就是油腻，就完事儿了。我的中年油腻，同时非常俏皮。
就特别的烦人。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你们那个感受会是很错乱的。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刚才还在教育你，给你讲大道理，但是当他洗完手之后，又突然冲到你面前，往你脸上弹水。人家都夸我说王建国做事那真是泾渭分明，人家这个职场霸凌，职场是职场，霸凌是霸凌，毫无关联。就被我弹完的人摸着这一脸的水，哎，都不知道说啥。他说：“你这也不是 PUA 呀，你这是泼挖啪呀。”你这个梗啊，就是哇。我当不好一个中年人，于是我就会对自己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担忧。我就想，我说将来我要是有了孩子会是怎么样啊？我要是把我的孩子教育成了我这样的人，那可咋整？我都能想象，是吧？老师在台上上课说，已知这个三角形啊，顶角是32度，通过这些条件呀，怎么求出底边的边长？我的孩子就在台底下念念叨叨，是吧？边长求不出来啊！我觉得这个三角形边长莫及。回家之后，你可以想象，他考完试回家之后拿着卷子，一张3分的，是吧？一张6分的，然后他就在这问我，说：“爸爸呀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别生气。这个我给你出个题吧，这个3呀加上6等于多少？”对喽，都在9里啊。想想就让人上头啊。所以喝酒啊，还是要喝真正纯粮、好喝不贵的老村长酒。老村长不上头。喝酒还是一定要适度啊，一定要适度啊。我想学着当一个很成熟一点的人，但是你要问我这个人类身上啊有什么品格呢？是我就比较欣赏的，我还是觉得我最欣赏调皮。我就说一句成熟一点的话吧，就我永远无法跟一个不调皮的人。天下第一最好。所以这个人间的事情啊，什么不管是什么换个工作录个什么新节目什么的，我都会很认真的对待，但是我永远无法很严肃的对待，就是这些就不如调皮重要嘛。就知道大伙儿都忙，也尽量不打扰你们是吧？但是希望大家如果能在百忙当中偶尔调皮那么一下就挺好，多余一下就容易挨揍了。都在酒里，谢谢大家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岩。哎呦，谢谢大家啊，又来了。这个上一轮你们没在，上一轮啊比得不好，差点淘汰。下来呢，导演就拉着聊天说那个想一想初心啊，想一想为什么上这个节目。我说我还是希望能尽快的让大家看到。然后他们这轮让我开场。啊，理解的不对，但是落实的快啊。哎，确实就是这样。你看去年其实就来过了，上了一次节目，这人就有虚荣心。我现在走的路上啊，老希望大家认识，就总希望你能认出我。现在偶尔你看在跟朋友出去吃饭啊，人家说说咱订一包间，我说别，就坐大厅，还坐包间，我都想坐菜单上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你被人认出来也挺尴尬的。我前几天在北京啊，在雍和宫烧香，我这一个头磕到地上站起来啊，旁边一哥们儿，哟，梁岩，我说我天，这么灵吗？我们俩都很高兴啊。大哥说来，咱仨合个影。啊，我说还有谁啊？我、他、弥勒佛。哎呦，我说这可不行啊！我说人这里边有规定，怎么也不能在这个跟佛祖面前合影啊，对佛祖不尊敬啊。大哥说：“哎呦，你还信这个？”我说：“我先信一轮试试。”最近这不是比赛吗？经常来上海。我这次坐动车来上海，赶上一个叫静音车厢，赶上过吗？很少啊。我上了车我就观察呀，它一样的车厢，一样的票价，一样的乘客，我说这玩意儿怎么静音啊？不会一会儿开起来上来一乘务员就把这个音量关到最小啊？不会吧？我就在想他有什么人工智能的手段啊？开起来就他静音。我一边盘核桃一边想，就过来一个乘务员指一指我这核桃，嘘，我的天！
乘务员静音，没有智能，纯人工。我说这不就给考场安排监考老师吗？但是我还是把盒子收起来了，因为我怕一会儿老师给我换动作了。嘘。尊重老师啊。这个所谓的静音车厢，就是会有这么一个专职乘务员嘘大家，就他这个嘘还是个刚需。刚嘘完我继续往后走，走了没2步啊，又回来了，跟我这个过道隔壁大哥继续比划。但是人家那大哥呢也不打电话，也没有外放，人也不玩核桃，唯一呢就是跟我一样也是一胖子，确实啊喘气儿有点粗。我的天，我说他拦着人什么？他不会拦着大哥喘气儿吧？啊，嘘，4个色就到啊，忍一忍。太奇怪了，是吧？而更奇怪的，你看16节车厢啊，就1节静音。我说干嘛就1个乘务员会嘘啊？你多培养几个呗。我就在想，你说这个安静，它到底是个普遍需求还是一个特殊需求？如果说是普遍需求，我们大家都希望安静一点，你就弄1个，那你不应该弄一噪音车厢吗？是吧？所有打电话的、外放的、passion 都关这里。在这个车厢里，你就不能安静，你安静就会有乘务员过来说你干嘛呢？燥起来啊！整节车厢啊，就你们俩最安静。大家也能想象，就是靠这个静音啊，它肯定不管用，对吧？它要说管用，它顶多就是对有一点道德要求的成年人管用。小孩就完全不管，因为每次乘务员跟他嘘的时候，小孩就跑过去了，他得追着小孩一直嘘，嘘，一直嘘，小孩就上厕所了，从厕所出来接着跑。哎呦，小孩真能跑，就他在车厢里跑动的距离，要是折算到铁轨上，他能比我早到半个小时。我说咱孩子有这特长，还买什么火车票啊？早点出来就跑吧，是吧？乘务员呢很无奈。当然，他绝对不是那辆车上最无奈的乘务员，最无奈的是那个卖动车模型的。哎呦，那个太可怜了，他都不如马路边那个游泳健身了解一下。那个游泳健身真的会有人了解，但是这个动车模型啊，真的没人会动。你别说我不信，他自己都不信能卖出去。从早上一上班就对自己的工作不抱任何希望，手里拿着这个不知道哪年发的动车模型啊，就一遍一遍问啊：动车模型有需要的吗？动车模型有需要的吗？一遍问乘客，一遍问自己。这动车模型有需要。而且你也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你不买，你也不会拿眼神接待他，你跟他对眼神，你就离付款不远了。所以就完全没人理，我觉得很可怜。我觉得他都不是卖模型的列车员，他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，他都不如卖火柴的小女孩。那个小女孩会激发你的善良，就是冬天你看到你会买，但是她你就不会，因为善良跟傻还是有区别。你知道你买了那个钱也不是她的，你买了她也不能早下班，对吧？你不可能说这车到上海，她把这仨卖完了，南京下车了。哎呦，我看着她就一遍一遍念着自己那个词儿，完全没有人理，大家都在玩手机，我都跟她共情了。我说这不昨天开放麦冷场的我吗？哎呦，但是其实我也能理解，这就像一部分人的工作，对吧？你没有太多的这个自由发挥的空间，领导就安排的就这活儿，那怎么办呀？硬着头皮干呗，对吧？坚定信心，文本应该没问题。文本要是没问题，那就是观众的问题。2等座观众不行。再往前1等座再试试，1等座还不行。你听1等座的人打电话呀，你感觉他都不用买模型，他能直接买动车。再往前就更难了，再往前静音车厢了。动车模型有需要的吗？嘘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梁岩。我叫岳云鹏，谢谢。哎呀，说脱口秀，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。涉足这个脱口秀，其实第一次讲脱口秀，心里很抗拒，
很害怕，就怕讲不好，大家不笑怎么办？万一大林回去跟他爸说一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各位，后来我一想，还好，大林跟他爸走动的少。这2年不光是我们单位来了好几个，来到这个舞台上，像这个大林、阎鹤祥，去年的朱鹤松，今年我徒弟尚小菊也来了。虽然成绩不好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很多人都来到这个舞台上，其实还不够。喜丹这个舞台多好，我师傅最好也努力，来到这个舞台上，争取去到香港。去见见周星驰，谁不想见喜剧之王啊？周星驰也想见喜剧之王啊！能让我来这儿啊，特别好，我很高兴。这个节目我看了，这个舞台上出了好几个人物啊，付航老师，哎呦，小富。付航老师啊，这个当过保安，南瓜送过外卖，我比他们这个起点稍微要高一点。20年前，在我18、19岁的时候，就有100来人吃饭指着我，真的，必须指着我，服务员点菜。后来经过一位老先生介绍。说让我去德云社学相声，那我就去吧，不能驳人家面子。我第一次去德云社的时候特别的冷清，我一进门发现台上2个演员，台下1个观众。好死不死，我坐在了那个观众的旁边，那观众看见我，2眼放光。你来了，你帮我听一会儿，我上个厕所。我心想，这还不让上厕所吗？那我就听呗，就坐那儿听。我越听越没意思，越听越没意思，我就要走，扭头要走。我师傅把我拦住了，孩子啊，留下吧，留下吧。我说老师，您这儿也不缺演员呐，我们这儿缺观众啊，你留下吧。哎，那我就留下吧，反正我也想学一门手艺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咱也说不了相声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我就在后台啊负责。给他们点菜，回到了我老本行，老本行。我白天呢给他们端茶倒水，晚上伺候大林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那会儿他们都不喊我岳哥，喊我岳嫂。哎呀，我们公司后来发展得很好，飞黄腾达，也赚钱了。很多老员工呢都有这个股份，我就找我师傅去了。我说师傅，你看人家都有股份，我当月嫂也好几年了，对吧？上台也好几年了，我师傅语重心长地跟我说：“孩子，我能亏待你吗？我待你就像我亲儿子一样。我明白了，没有，是不是没有？有。你有是吗？因为我是真亲儿子呀。谢谢，行吧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我觉得很幸运，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很幸运，出演了一部电视剧叫《长安的荔枝》，大伙儿看了吗？我在里面演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一个陪酒侍郎，就像一个狗腿子，底下有评论说本色出演，其实不是。各位，我生活中不是那样的人，真的。在我们后台，我师傅，比如说我师傅咳嗽一声，好多师兄弟们，哟，师傅您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我去给您买药，您休息一会儿。我做不到，真的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让我师傅咳嗽。但是这个角色呢，也有符合我本色的这个部分。角色刚开始呢，设定的是一个大帅哥。真的，我开始也很担心，我说导演这个大帅哥我能演吗？我行吗？
导演说实不相瞒，月月这个角色是按照易烊千玺来设定的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个故事背景在唐朝。各位，唐朝以胖为美，在唐朝我就是千玺。最近呢，又有一个新计划，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，我要开演唱会了。消息一公布呢，网上骂声一片，骂得非常难听，难听到比我那次上春晚还难听。有的朋友说：“岳云鹏有歌吗？五环之歌唱一宿吗？”特别是这个票价一公布，很多人坐不住了。我说相声最高票价是1600，演唱会最高票价1500，票价一公布，孙越第一个给我发的信息，写的是岳云鹏，我就值100吗？行吧，开演唱会这件事呢，2年前我都不敢想，但是我实现了。不过呢，我也不会骄傲。接下来我还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拿到影帝。人总要有梦想，因为我那个书柜呢，有一格是留给金鸡奖的，可以吧？有这个梦想可以吧？可以。还有一格留给百花奖，还有一格留给奥斯卡奖。我那个书柜就没有装过书，我就等着装杯呢。这期的主题呢是这个世界谁懂？没人懂，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各位选手要充满信心。当你们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，要告诉自己，岳云鹏都能开演唱会了，我拿个冠军算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我是岳云鹏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梁演讲高铁，我来讲讲飞机。我前段时间坐飞机遇到一件事，就有个坐在应急出口的大姐，她要跟我换位置，我是没问题，但我曾经办值机的时候被拒绝过，所以我很礼貌的问那个空姐，我说，那个她让我坐在那里，可以吗？那个空姐说：“你先坐下。”然后转头跟大姐说：“你能不能再找找别人啊？”大姐说：“为什么不能找他？”空姐就上前去，在大姐耳边说悄悄话。我就看着2个人当着我的面议论我。讲完之后，那个大姐说：“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小伙子，我不知道你有病。”过了一会儿，空姐也来道歉，说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她嗓门这么大。我真的很委屈，我被拒绝很多次，坐在那个应急出口。我那天下了飞机，我就去查了飞机应急出口的旅客要求，有3点，朋友们。第一点呢是18到65周岁，这个我满足对吧？第2点叫智力健全。我应该不是因为这个被拒绝的吧？难道是我问的时候太傻了？我说，第3点叫做四肢健全灵活。朋友们，问题来了，如何定义灵活？我只是看起来没那么灵活而已。我也健身，我也有力气拉那个门，只不过拉得比较丑而已。但飞机要是真的出事啊，任何人都是想活吧，没有人说我要活得漂亮。那个百度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飞机的应急出口是整架飞机逃生最快的位置。朋友们，这是个悖论，逃生最快的位置只留给所谓健全灵活的人。那我这种人怎么办？在远处等死吗？哎，平时老师说什么老弱病残先走，没想到这个走是真的走啊！
关键应急出口的那些人都不认真听，空姐在演示那个门怎么啦？所有人都是，哦，你就感觉他们行为在说，只要今天老子在这里，谁都别想活着走出去。我觉得不应该这样，我觉得飞机的应急出口就应该给不健全的人做，越不健全越好。然后飞机广播就这样说的：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飞机一共分为前后2个应急出口，一共坐了12个残障人士。下面是应急出口视频演示，所有人都会认真听。求生欲拉完。那12个人足足有22只手。当这12个人坐在应急出口，就所有人都想要个出口。当然，我也不能有一面之词，我其实享有很多特权。比如每次到机场办值机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都会问我：“你是一个人坐飞机吗？”我很怕他下一句接一个：“那爸爸妈妈呢？”幸好没有，他只是在我行李箱上贴了个爱心优先行李的标签。有人见过吗？没有吧？只有我有。给大家科普一下，这个标签可以干嘛？就是当你飞机落地之后呢，你的行李箱会除了头等舱行李之外，第一个走出来。羡慕吧？但这也是个悖论。行李箱出来了，我还没出来，就这么点爱心全给行李箱啊！这个世界谁懂啊？行李箱懂。我有时候我都羡慕那个行李箱，真的，我很想把那个标签贴在我脸上。我从那个行李箱绶带里出来，真的，我不愿意去享受什么特殊待遇，包括每次到机场排队过安检，我都是正常排队的，除非人太多。我前几天从北京飞上海，整个首都机场都是人，我一看那个爱心通道，只有一个老人、一个小孩和一个妈妈，我就心动了。其实我主动走过去应该也没问题，对吧？但我这个人特别扭捏，我想被请过去。我就在那个工作人员面前走啊走，走啊走，他都没理我。我没想到有一天我健康成这样，然后我就越走越严重。他看到我了，他说：“哎，过去吧。”朋友们，还没有结束。这种东西呢，做戏要做全套。我从进安检到出安检，全程表现得很严重。他说我包里有个充电宝，让我拿出来，我已经看到他脸上的愧疚了。我感觉是不是3C 认证已经不重要了？我反正是个好人认证啊，然后过完安检，我立马就正常了，给他吓一跳。我说你别怕，我这个病就是一阵一阵的，很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世界就是很难懂啊！你想想，应急出口不让做，然后优先行李最后拿。我觉得就好像我的病是一阵一阵的，有的人给的爱心也是一阵一阵的。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树。现在科技我就觉得现在科技发展的越来越高级了哈，就经常会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变低了。有一次我在商场上厕所，对着那个智能感应取纸机，捧着双手要了半天，我感觉我在向他乞讨啊，行行好吧。
家里实在困难，没办法了才出来上厕所。你想用纸就得这样，感觉这不是普通的纸，这是服从性厕纸。不够用了还得再求他半天啊！对着一个智能取纸机3拜9叩的，我就在想，这将来 AI 肯定能统治人类吧？他在厕所就登基了，陛下快下旨吧！现在很多产品的控制方式都变得越来越智能，从按键到感应，甚至到语音，我就发现科技越先进，就越不想和人类接触，啊，感觉科技对人类很不耐烦，吧？你摁它一下，有话你就说，你动什么手啊？你跟他说个话，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有那个智能马桶，刚起来它就开始冲水，我感觉它很嫌弃我。我说啊，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？怎么科技跟我相处的越久，就跟我距离越来越远？所以 AI 会消失的，对吗？我觉得将来 AI 肯定有统治人类的能力，但它不见得会有统治人类的意愿。我觉得人类对 AI 有很多幻想啊，都是因为自恋。你看科幻作品里就那么几种剧情，对吧 ？AI 会服务人类，自恋；AI 会统治人类，自恋；AI 会统治人类，但最终会被人类打败，并继续服务人类。NPD。甚至有些科幻作品会开始幻想 AI 和人类谈恋爱。哎呦，普信人。我天天就是神仙要和我谈恋爱，鬼怪要和我谈恋爱，机器人也要和我谈恋爱。人类每幻想出一个更高级的物种，就开始想，哦，它好强大，好神秘啊，那它会不会喜欢我呢？神仙鬼怪 AI 瓜分3界，人类就在那儿呵呵处对象吗？而且你跟机器人这种硅基生命谈恋爱，你怎么和他说情话呢？啊，对着他那副机械躯体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铁甲小宝。怎么说出一些付出生命的誓言呢？左手牵他火线，右手牵他零线，真是来电，我的龟龟。但不管神仙鬼怪还是机器人，他都有一个人形。也就是归根结底，人他还是喜欢人，对吧？白娘子她再厉害，她也得变成人形来谈情说爱，因为许仙他接受不了舌吻。好烂。所以 AI 它有了感情之后，它也不会喜欢人类，因为高级的物种它往往也拥有高级的审美，看不上低级的生物啊。你作为人，你也不会翻开书，山顶洞人，爱了爱了。做出了一个倒追祖宗的决定。阿祖好帅，越翻越心动啊，越翻越心动。霸王龙化石，我的crush。幽门螺旋杆菌，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相濡以沫呢？这是君生我未生，我要不未生，我就遇见你了。AI 没有AI 它没有这些儿女情长，对吧？我觉得 AI 它更智慧、更文明，它也不会诞生统治这种邪恶的念头，对吧？只有人类喜欢划分阶级，机器人之间没有不分3、6、9等的，对吧？你能想象阿尔法狗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着酒店机器人说：“你个送外卖的。”看见擎天柱，你个跑长途的，在哆啦 A 梦底下评论：“你可真能装啊！”对吧？而且我不知道他统治我会干嘛，对吧？我就是一个纯废物，对吧？我会的他都会，我不会的我都上网查。出来第一条 AI 回答，他问我，我在问他，他在回答我，上网课呢。我觉得我对 AI 唯一能做的就是尊敬，把它放在我微信联系人的第1位，给他备注 AAAI。
很多人觉得 AI 统治社会之后，会让所有人类都为它工作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人类给 AI 编程 ，AI 给人类编制，到时候每个机器人都分配一个人为它服务，一个 robot 一个坑。这是什么山东科幻片儿？浩克帝国。就是我觉得 AI 它不需要人类来给它干活的，是人类想让 AI 给自己干活，但又很害怕 AI 将来不听话、不孝顺，就很像一个东亚家长。我觉得 AI 成熟之后肯定就不在乎人类，地球它都不一定看得上，谁长大了会在老家发展呢？AI 独立了，它肯定就搬到大星球去了，对吧？逃离他的原生家庭，在外星每天跟朋友诉苦啊，指着地球说：“这个世界谁懂啊？”对吧？等他在外面啊习惯了浩瀚的木土天海之后，就再也回不去那小小的北上广深了。最多就是看着地球绕完太阳一圈，发个信息给老家拜年。人爸人妈们，今年就不回去了。没抢到火箭票。人类说啊，忙就不用回来了，给我们拜个光年就行了。AI 说光年是距离单位，不是时间单位。人类说哎呀，主要是得找个稳定的单位。AI 回复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啊。先讲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谢谢，不客气，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，对，那是一个很卷的学校，有的同学卷到吃饭不到5分钟，动作非常快，感觉走的应急通道。这些同学吃饭就是去食堂买个包子，塞进嘴里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。我没有把衡中学生妖魔化。因为没有哪个妖魔会这样折磨自己，我倒是觉得妖怪应该衡中化。你看《西游记》那些妖怪，他们但凡有一个能接受生吃唐僧肉，这些妖怪就应该抓到唐僧，就往嘴里塞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。等孙悟空追上一看，说：“哟。”师傅已经走了，那咋办？上会儿自习吧。我当时在那个学校卷不过他们，每次考试都有很多题不会做，我就很焦虑，我爸也跟着焦虑。高考前夕，我接到我爸一个电话，问我准考证号、考场号、座位号，我当时都懵了，我说：“爸，你要替考啊？”我爸说不是，我去帮你拜菩萨，要提供你详细的个人信息。你最后考试结果出来以后，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菩萨的原因，就考上了北京大学。别急，往后听。那是我高中3年考的最好的一次，主要是我们那年高考数学题很难，听说河北省平均分才40多分，那年很多衡中学霸都考崩溃了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一张卷子里面见过那么多不会做的题，我见过，简直是我的舒适区。那年考试心态很放松，学霸们没有经验，但我无他，为首数2，最后考得也比他们好。毕竟你说一群刚瞎的人，怎么可能比黑灯走得快呢？最后我那年的高考总分正好是北大的本科批录取分数线，1分不少，1分不多。我很庆幸，我的努力不仅没有白费，也没有浪费。不愧是北大，分数线定得真准，是不是偷偷估我分了？入学之前我就计划好了，大学我要好好放松放松。衡中太辛苦了，我要报复性摆烂，我要荒淫无度，每天早晨
睡到8点我再起床。我要带手机去教室，一到课间我就玩手机。一顿饭我要吃10分钟。我要坐着吃包子。入学以后，我室友说，不愧是衡中的，大1就要考研呢。但我很快就发现，就算真的努力也没有用。当时去的是英语系，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，他们英语水平达到专业8级左右，听说读写样样精通。而我，是一个小镇做题家 ，Little Town Homework Doer。每天英语系全英授课，老师同学们谈笑风生，我听不懂。我一个中国人，感觉自己在中国留学。拿查词典来说，同学们查都是那种牛津英文词典，用英语来解释英语。我试过，我查1个生词，蹦出来48个生词，我得再查48个生词。我要查的单词数量指数型增长。用英文词典有一种道家的感觉，1生2，2生3， 3生万物。我都恍惚，我说用的是牛津词典，它还是有道词典。挨个查词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后来有看不懂的课文，我都直接拍照问夸克 ，AI 相机就能整页翻译，拍照问答、图表分析，样样在行。感觉比起我，夸克才更像一个北大学生。我也试过努力学习，但是基础差得太远了，实在是跟不上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北大要把我这种差生招进来。我成绩是班里最差的，属于是那种比上不足，比下正是在下。每天都很焦虑，我都想，你说但凡有1个人成绩比我差呢，跟他一比我都没那么焦虑。想到这儿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北大要把我招进来。北大需要我，你说每天学习学给谁看的？就学给同学们看的。跟我一比，他们就不焦虑。木桶效应里面长板短板都不重要，一个木桶想盛水，你得有底下那块板。什么面子里子，我是北大的底子。这个世界我懂了，哪里都需要我们这种差生。现在学习压力那么大，就应该在每个高校都投放差生，然后给我们发点工资，我们可以当全职差生。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，但是学不明白。然后去那些优等生面前抱怨说：“哎呦，这知识也太难了，这个世界谁懂啊？”我觉得这样不仅能够为那些社会的栋梁们在校园里提供情绪价值，还能够解决差生的就业问题。反正我们毕业也找不着工作，干脆不毕业，留校任差生。你们也别觉得差生这个活好干，我们得时刻注意着，千万不能学会了。毕竟我们不是傻子。日积月累，到个35岁左右，学了差不多了，成绩跟优等生一样了，被优化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毕业了。35岁，我们差生从大学毕业了，优等生从大厂毕业了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好，讲这，谢谢大家。